德国新总理的中国政策遭遇了阻击，红绿灯一起亮，老司机也开不好德国这辆车。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罗小飞。12月8日，德国联邦议院投票选举新总理，结果出来了，来自社民党的总理候选人奥拉夫·舒尔茨获得了395票。高于当选所需要的365票，成功成为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第9任总理。当选的时候呢，舒尔茨还是蛮高兴的，不过他也要想清楚了，以后要过舒服日子恐怕就不容易。三党联合执政啊，意味着舒尔茨必须平衡好三党之间的利益关系，才不至于打破联合执政的局面，才能够避免这届政府过早解体。所以呢，这种平衡必然会给舒尔茨带来巨大的困扰，不可能什么事儿都顺着他和他的党。这位总理呢，一直来讲还算是比较理性，比较相信科学，注重的是发展实效，而不是政治正确，不愿意轻易接受意识形态左右。但是绿党不一样，绿党这种党呢，被我们称为是白左党，基本就是那种心灵鸡汤味大的，很难有政治理性。为了所谓的环保和人权，他们可以连发展权都不要。德国没有核电站就是绿党搞的，而且在欧洲议会向中国挑衅，也是德国那些绿党议员在欧洲议会采取行动。所以我们很多网友搞不清楚，为什么德国看上去对中国反反复复，就是因为绿党这种势力一直在跳。而绿党这次和自民党抱团，他们选票又非常多，只有选择和绿党、自民党一起组阁，才能够在联邦议院拿到超过1半的席位。所以现在舒尔茨是被迫和这2个党联合，不得不给自己安排2个猪队友。舒尔茨呢，以前曾经公开的向公众表示过，会保持政策的延续性，比如说重视德国、法国的关系，还要和美国保持一定距离。尤其是这个外交政策啊，将基本沿袭默克尔的这个道路，也是他赢得大选的重要因素之一。因为很多人也希望德国的政策一直保持稳定。至于说中国和德国的关系呢，就舒尔茨还有社民党而言，基本态度是跟中国保持友好关系，维持好中德贸易是最重要的。而自民党和绿党不一样，这2个党的党魁纷纷表示要对中国采取前所未有的强硬态度。所以未来如何发展，就要看社民党势力更强，还是自民党加绿党这个小团体势力更强。另外还要考虑到这个新的政府能不能扛住来自美国的压力，因为美国一定还会向这个德国新政府施压，让他们配合美国在人权问题上继续做文章。而且即使社民党取得优势，在当前这个氛围下，舒尔茨也不得不体现一部分对中国的强硬态度，不然的话选民那边恐怕也说不过去。所以如果出现这种情况，我们还要控制好反击的方向和力度，重点打击对象必须是那些真心反华的势力，同时呢，给舒尔茨政府留一点腾挪的空间。另外，前几天我们节目里边说到的那个德国女孩海文娜，就是帮中国手撕反华媒体那个女孩，也提了个建议，就是建议中国应该去影响德国国内的商业组织，还有这智库。我理解海文娜的意思应该是从德国民间入手，帮助那些支持社民党的力量。而新加坡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马凯硕就是写了一本书，叫做《中国的选择》。另外呢，还说美国历史只有250年，没资格影响中国那位。在他的书里边也提出，中国应该加强和美国商业团体的交往。以前呢，中美关系出现一些波折，美国商业界会挺身而出，为了中国的生意嘛，跟美国政府要对着干的。而我们忽视了和美国商业界的交往之后，我们在美国已经少了一股很重要的支持力量。和海文娜说的道理上其实也一样。其实建国以后呢，我们很多外交形象的树立，就是通过和其他国家民间打好感情基础，然后反过来影响了社会舆论和政党。德国还有法国都是欧洲领头羊，中德关系又对中欧关系有很大影响。所以呢，我们需要一个有利于我们的外交环境，就必须看清楚德国内部的政治斗争，用斗争的艺术去消除德国绿党这些个不够理性政党的民间土壤。好，面对红绿灯一起亮的情况，我们应该怎么帮助德国内部有利于中国的势力？今天呢就聊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，我们下期再讲。